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关系。美元在最近这些年呢，很多人都觉得它霸权地位要慢慢衰落了，而人民币呢正在崛起。特别是去年以来，这个人民币币值一直在升值。那么，人民币到底有没有可能替代美元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取得霸权地位呢？那我们先聊第一个问题：美元为什么能够成就霸权？首先呢，我澄清一个概念，就是霸权。那霸权是什么？它得是你靠武力靠军事力量去强迫别人接受一个东西我们管这叫霸权。那么美元是否存在霸权那你做国际贸易，那你选择用什么样的货币？用美元还是用别的货币？有人用军事力量来强迫你吗？有人拿着枪指着你的脑袋告诉你必须得用美元吗？没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选择美元来作为结算货币，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储备货币储蓄自己的财富，都不是说因为有人来强迫我们，而是大家的自主选择。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说它是霸权，这是不成立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更喜欢用一个更加正确的概念，那就是美元的垄断地位。那美元这种垄断地位它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垄断，它是这个国际贸易市场它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交易，慢慢的它形成了这么一种美元的垄断地位。它并不是美国借助这个军事力量强迫大家必须使用带来的这么个结果，并不是。那么美元，那我们说它垄断，它主要是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它是国际货币结算的主体大家这个买卖各种物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主要的结算货币那就是美元。美元占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银行之间的这个资金结算占了50%以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单极的垄断地位。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主体货币。那各个国家你出口自己的商品换来了外汇，那你选择拿什么样的货币在手里，你作为你的储备那主要的就是美元它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它是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能流通的除了像中国、朝鲜像这种地方这个政府禁止流通其他所有的只要是这个自愿流通的自由贸易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美元。那么你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大家怎么都不约而同的都接受美元呢？那我们来分析几个这个人们流行的常见的这个认知误区第一个呢，就是人们说这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美国靠着自己的这个无敌的这个海军舰队空军在全世界有几百个这个军事基地那它的军事力量世界第一，所以靠这个它的美元是世界霸权。但是呢，你想这么个问题如果这个货币它在这个世界结算体系当中的地位，在储备货币当中的地位，它是按照军事力量来排名的话，那你说第二名这个储备货币应该是谁那在1990年代以前，那应该是卢布对不对？可是卢布是吗？那远远不是那当时苏联尽管军事力量那么强大，可是它的卢布不是储备货币也不是结算货币那你再看今天，那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应该说是世界上这个排名第二，没什么争议吧？那你说人民币有没有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储备货币或者结算货币没有它连欧元都比不上那日元也排在它的前面，那还有英镑，那也分量在它前面那么尤其是日本它哪有什么军事实力现在？所以你说军事力量，你从这个角度一想就知道，它不是决定一国货币是否是国际的货币地位的这个决定因素。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是 SWIFT 系统。那 SWIFT 系统它是一个这个国际间银行之间的一个
合作组织啊，实际上是一个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它为了处理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这个货币资金的流转、流通、交易啊，它提供一套统一的这个报文指令系统。啊，你这笔钱转到那儿去啊，它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指令啊，什么样的规格去发送这个报文啊，在不同的银行之间发送这个指令啊。那 SWIFT 系统就是来制定这个统一标准的。那你大家加入了这个 SWIFT 系统，按照它的这个规则啊来发送指令。那资金呢，在各个银行之间啊，在各个国家的这个银行结算体系之间，它实现这个流转结算。那很多人就觉得呀，说美国操控了这个 SWIFT 的系统，所以说呢，美国就有这个美元霸权。谁要是这个不服从，那 SWIFT 系统啊，你可以把它给剔除到这个系统啊，剔除出去。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国际间的这个外汇结算啊。所以他用这个呢来维护这个美元霸权。那实际上你深入了解一下这个 SWIFT 系统它的这个架构和运作的这个方式，你就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 SWIFT 系统啊，它是全世界2400多家大银行啊是它的股东，然后呢，它有一个董事会，是有25个人。这个 SWIFT 系统它是按照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分配这个决策权呢？是按照你在这个 SWIFT 系统里面的这个货币结算报文的量，按照它的占比来分配决策权。那当然了呀，那你美元这个报文结算的多，那你美国人当然你就话语权大呀。那你欧元第二，那你欧元当然也在里面占了第二的地位呀。那现在中国地位也开始上来了呀，那你当然话语权也开始增加了呀。所以你能看到啊，在 SWIFT 系统里面，这个美国之所以有更大的话语权，那是因为美元在世界上被广泛接受，在这个银行之间的这个报文结算量啊超过50%，所以它才有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如果美元结算量占比没有那么大，那它当然它就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了呀。那然后呢，你想啊，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资金结算领域，形成了这么一个 SWIFT 的这个统一的标准，你就不可能再建立第二套。为什么呢？所有的银行啊，几千家呀，大家都在用，你去另外单搞一个，你说你能让其他的银行都去用你的吗？大家有一个现成的，干嘛不用？干嘛要用你的呢？你就好比中国的微信，你现在开发一个新的微信系统，大家愿意用你的吗？你没有办法去替代这个腾讯的地位。同样，你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目前来看，你没有办法搞出来一个新的这个报文标准系统啊，来替代这个 SWIFT， 没有这个必要啊。那么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自己都搞了啊，俄罗斯搞了一个啊，中国搞的那个叫SIPS。那这个 SIPS 呢，实际上跟 SWIFT 不是一回事儿。这个 SIPS 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银行间的清算结算系统，它跟 SWIFT 的关系就类似于 SIPS 是中国政府修建的一套铁路系统，而这个 SWIFT 呢是一套国际的信号灯指令系统。那么这套这个信号灯指令系统，它是能够在中国的这个铁路系统上去运行的。那中国的铁路也要按照它的这个系统来运转。那同时呢，中国政府呢，为了防止万一啊，防止发生这个极端事件，回头你真把我踢出去了，那 SWIFT 系统的这个报文指令系统我就用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中国政府呢，它就自己单独备份了一套这个报文系统。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 SIPS 还是在这个 SWIFT 的这个报文指令系统里面去运作的。那么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布雷顿的森林体系。很多人啊都有这样一种这个近乎阴谋论的这样一种认识啊，觉得美国啊在二战之后啊，它掌控了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啊。当时各个国家不是打仗吗？那个黄金啊都拿去美国去买武器啊、买物资啊、买这些这个补给啊，所以美国集中了全世界3/4的黄金。那这个时候，美国呢就利用它这种优势啊，搞了一个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说我美元啊跟黄金是挂钩的，按照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然后你们其他各个国家，你们的货币都得跟我的美元挂钩。那美国人呢就通过这个框架啊，把这个全世界这个货币体系给它建立了美元的霸权。那这个说法实际上也是纯粹的这种
街头大爷式的这个阴谋论的说法。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二战之前呀，世界各国它都是金本位体制。什么叫金本位体制啊？就是说你自己国家这个货币呀，你是以黄金为储备的，你的这个每发行1个英镑，比方说英国啊，那你这个英镑啊，你就得跟一定数量的黄金去挂钩。那各国呢都是坚持这么一个货币制度。但是在这个大危机期间呢，由于这个黄金的数量它不可增加，这就导致各个国家你的这个货币供应量，就你的纸币啊，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发行，那么就造成呢，你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生产在增加，经济的这个产出在增加，商品物资在增加，可是你的货币量却不怎么增加。那这结果就是你发生通缩呀，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大萧条的这个经济危机嘛。那么在大萧条期间呢，各国自己都饱受这个痛苦啊，就是这个金本位所带来的危害。那么后来呢，各国就慢慢醒悟过来，就抛弃了这个金本位。可是二战之后呢，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又恢复了这个国际贸易。可是，在国际贸易的这个舞台上，大家又遇到了难题。什么难题呢？我英国要买你法国的东西，可是我这个英镑和你的这个法郎之间，我们怎么兑换呀？我这个英镑我现在也不跟黄金挂钩，你那个法郎也不跟黄金挂钩，那我们俩之间怎么确定比价呀？那个时候大家是还不能够接受这种纯粹纸币之间的浮动汇率的，大家觉得你货币你就是得有个锚，你就是它得有个东西来给你做支撑，你没有背书你就没有可信度。那所以说呢，大家都希望让自己的货币能够跟这个黄金挂钩。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黄金75%都在美国手里呀，那各个国家没有啊，那怎么办？那大家一筹莫展呀。那最后呢，美国呢就提出来说，哎，我这里黄金多呀，我给大家来搭这个桥，我用我的美元啊跟黄金挂钩，你们大家跟我的美元再挂钩，那这样呢，你们就跟我的这个黄金建立了一个挂钩关系了呀。如果你想拿你的货币啊买了我的美元，然后你用我的美元再来换我的黄金，我都敞开供应，那随时换，我随时给你。那这样一来，大家就很高兴啊，哎，这可以啊。那这样我们大家各个国家货币之间就确立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价值尺度啊，那大家都可靠啊。那所以大家呢都把货币跟美元挂钩了。那么在这从二战啊一直到这个1970年之前，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头啊，大家就用这个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呢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国际贸易啊，各国的经济总量它不停的在增长啊，产出物资商品它在增长啊，那你这个美元各国的纸币它就印的越来越多呀，那你印的越来越多，你不就跟黄金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固定比价了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各国国内它其实早就遇到过了，这次在国际上再次出现，那怎么解决呀？那美国当时的策略就是，我不能再犯大萧条那个错误了，我不能再紧缩货币了。虽然这个纸币跟黄金之间是越来越悬殊，但是我不能为了保持这个数量的固定而压制这个经济的增长啊，造成衰退危机。所以这个美元印钞量呢就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局面呢，就使得世界各国啊，这个投资者、企业啊，甚至于中央银行都开始意识到，哎，你这个美国呀，你这个美元是无法保持跟黄金的固定比价的。所以呢，大家都担心有一天你会贬值啊。都拿着美元啊来美国买黄金，这大量的黄金从美国啊往外运走啊。当时法国呢还派了军舰啊，他中央银行拿着这个大量的美元去买了黄金，给它运回去。那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啊迅速耗尽，20多年的时间，到1971年，它的这个黄金储备从世界的75%又降回到了二战之前那个水平。所以说呢，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其实美国是吃了大亏的。他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个公共物品，这个稳定的货币体系啊，他耗光了自己的黄金。那么然后在1971年呢，美元就跟这个黄金脱钩了。你没有办法不脱钩啊，你迟早的事儿。等你黄金全部兑完了，那你不也得脱钩吗？那所以说呢，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这个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一个主因。
那它要是主因的话，那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了，那怎么美元还是这个世界占主导地位啊？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所说的石油美元。那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这个阴谋论的说法，就是说1974年美国跟这个沙特政府秘密协商达成一个协议，说这个美国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那沙特呢，它不是卖石油吗？就要求所有国家来买石油必须用美元然后呢，他拿到美元之后，他再去买美国的国债。那当时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协议。那这个协议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呢？那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那1973年到1974年不是爆发了第4次中东战争吗？这个战争一爆发，这个美国支持以色列呀，当时，所以沙特呀以及阿拉伯的其他的国家就为了惩罚美国，还有欧洲这个美国的盟友，他们就开始减产石油我不给你卖油了，我掐住你这个石油供应。结果这个油价就很快1-2个月，从3块钱蹦到了12块，4倍的上涨所以说呢，这就造成了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这些工业国家的这个普遍的通货膨胀。那个通货膨胀它叫滞胀，就是它是这个石油供应的冲击那企业盈利下降，成本升高那物价还上升这个失业增加，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那么当时美国呢是尤其痛苦，它为什么痛苦它还刚刚打完越战它受不了在越战不停的投入了从那里撤出来它欠了大量的国债。那么国内呢有当时实行这个比较高的福利水平，政府的这个国债规模就非常大国内通胀又厉害，所以呢美国这个利率也飙升。那美国发国债你就挺困难你利率高嘛，你付出的这个成本更高那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国债，那当时呢美国就找到沙特达成这个协议。那达成这个协议对美国来讲，当时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你这个国债在发债，那他有人来买了沙特的这个石油美元他就来买那解决了这个国债发债的这个稳定性。那同时呢这个协议也稳定了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美国它不是滞胀嘛，那好多人就卖美元会跑那这个会引起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动荡危机所以呢这个沙特的这个石油美元注进来起到了非常好的稳定作用这是当时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和背景。那实际上你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沙特的这个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产量也不过才15%。那苏联当时的产量也是15%那还有当时的委内瑞拉那还有这个伊朗也是10%所以说你想想看，沙特它只有15%，它怎么可能把这个全世界的买石油都强迫变成了美元呢？没有那个影响力那苏联往外卖石油，那苏联是美国的死对头苏联卖石油给别的国家，他最喜欢是2种货币，第一是美元，第二是英镑。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接受美元那显然不是说美国跟苏联达成了这个协议对不对？所以美国跟沙特之间的这个石油协议被很多人给它放大了以讹传讹，感觉好像这个协议一下子把这个全世界的石油结算都捆到美元上了，不是那么回事。其他各个国家也喜欢用美元，不是因为这个协议，而是因为美元它更喜欢。为什么更喜欢？我们后面说那么美元到底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垄断货币那归结起来就是2条。第一就是这个货币更可靠，第二就是美元是世界上流通量最大的货币。那美元它为什么可靠因为它经济发展好它为什么经济发展好？那因为美国它这个经济制度好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个私有产权得到非常好的保护。那这个所有的个人和企业为了创造利润都这个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美国的经济就一直非常的活跃非常有效率非常的有这个生命力。那而且呢大家觉得美国这个基础制度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发生改变所以那如果不改变，那它这个经济就会一直好那它的货币那就一直可靠那你要是作为在国际货币交易当中的一方，你去卖东西，
你愿意要美元，你还是愿意要委内瑞拉的货币呀？你显然喜欢美元呀，你怎么会愿意接受委内瑞拉的货币呢？所以说呢，这个美国的经济制度好，经济好经济一直蓬勃旺盛，这是美元垄断地位的最根本的问题。那当然，你说，那跟它同样的那还有英国呀，那英镑怎么就没能成为这个世界垄断地位啊？你别忘了，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美国经济体量足够大，这个美元是全世界这个贸易结算当中流通量最大的货币。那英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太小了，它只有美国的1/几啊。那英镑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非常接受的，可是数量太少啊。那你当然，你第一的地位是人家这个美国呀。那你看，欧洲原来这个法郎、德国马克也都占了很小的份额。可是后来这些欧洲国家形成欧盟之后，这个欧元你看一下子就跃升为第2位的这个国际货币，那它就超过了这个英镑啊。那所以呢，你看这个货币地位第一就得是你这个经济可靠，经济好，大家相信你的这个经济会长期不错，你的制度不错。第二呢，就是你得体量足够大呀，你得有货币发行出来到这个世界上让大家去使用啊。那么这里还有附带的第3个原因，就是这个货币它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它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除了你在中国、朝鲜、伊朗这些国家它是你这些国家去限制它，但是美国没有任何限制。那所以说这么讨论下来，你就很清楚了，美元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个垄断地位，核心就是它经济制度好，经济好，体量大。那么美元呢，今天似乎面临着不小的挑战。那这些挑战呢，主要有哪些呢？第一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制度，你觉得会翻盘吗？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概率是极低的，你基本不用担心这个事儿。虽然你看到现在有一些在加强集权的这个趋势，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人能够撼动、改变这个民主自由制度的根基，200-300年了，不可能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政策能不能长期的保持正确，那么这个就不展开了。那第3一个呢，比较重要的是国债问题。那现在的这个美国国债有38万亿，你假如是说美国的利率一直保持4.5%，那你要照这个来算的话，你每年光还利息就得1.7万亿。那1.7万亿，你财政收入总共才5.2万亿那就意味着你有35%的这个财政收入要拿去还利息还不含本金那个时候，那这个美元是一定会遭受债务危机的。那美元它就不靠谱了，那不靠谱了，大家肯定会抛售美元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真要出现那种危机的话，那在一段时期之内，可能美元的这个地位要受到严重的动摇。那再有呢，就是这个战争威胁，美国现在在打伊朗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那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万一要是台海再发生这个战事的话，那假如美国又牵扯进去了，那你这个事儿就麻烦了，那肯定要赤字大增，政府债务大增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都会紊乱，那么滞胀危机一定会席卷而来，那美元有可能遇到比较大的困难，那说不定那个时候欧元反而成为香饽饽了。那么所以说呢，上面存在的这些挑战也让大家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了一些这个风险。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有些国家开始把它的储备货币开始多元化，美元仍然是主体，但是它开始呢，我增加点黄金我增加点这个人民币等等其他的货币希望能够多元化一点，能够减轻唯一依赖于美元一旦发生这个极端事件造成的这个伤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人民币到底能不能取代美元的垄断地位。那其实我们刚才把美元讨论清楚了，这个人民币能不能成就新的垄断地位就很清楚了呀。那人民币目前的有一些积极信号，积极信号是什么呢？就第一，中国经济这个高速发展了30-40年，最近这10年这5年经济呢在通缩这不是好事儿。但是呢，整体上看，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已经跟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这个产业制造能力也已经是今非昔比。
所以这些经济基础呢，使得大家对人民币的信心有所增强。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国际结算领域，特别是中国跟有关国家做这个外汇、做这个贸易往来的时候，你发现开始用人民币结算了用人民币结算最多的第一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它首先是因为被剔除了 SWIFT 系统它没有办法再去跟欧洲的这个美国的其他国家做贸易了，它只能跟中国交易。可是中国呢，因为这个俄罗斯受制裁，也没有办法用美元去买它的这个物资，那就用自己的人民币去买。所以俄罗斯手里拿了这个拿了好多。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巴西。那巴西呢，也是常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物资进口它的铁矿石它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巴西呢，它也是看美国不顺眼它也觉得中国很厉害，所以说呢，它在这个贸易结算当中已经让人民币变成了它的第二位置的第二地位的这个储备货币。那么剩下的呢，比方说像沙特它这个规模比较小，它也开始尝试你用人民币来买我的石油我就手里拿着你的人民币了。它开始接受这么一部分，但这个占比的比例非常低基本上在15%到25%之间。那么中国呢，现在在这么一种大国崛起的这种心理状态之下有些动作它就开始霸王硬上弓他开始觉得我人民币就要成为这个世界货币。你比方说，他跟这个澳大利亚就要求必和必拓，你必须得我用人民币来买你的，你要不接受，对不起，我就不买了。那这个必和必拓，中国是他的最大的客户必和必拓呢想了半天，最后互相妥协，说30%用人民币来结算，那70%呢，那还是用美元。那再就是呢，中国跟10几个国家搞这个货币互换，就是说我借给你我的人民币你借给我你的货币，那我用你的货币买你的东西，你用我的人民币来买我的东西。那这样呢，咱们就不用美元了咱们用咱们的货币来交易。那这一块呢也在推进，但是规模呢还是比较小。为什么呢？对方呢，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你中国是强大了，可是你比美国还不行呀。那在国际结算领域还是美元第一位的呀。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更倾向于选择美元。但是人民币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增加。那根据这些信号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民币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了这个呢实际上是过度乐观了。那么人民币现在能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的结算货币，面临着这么几个重要的挑战第一呢，就是你中国私有产权受保护吗？你私有产权不受保护，你随便哪天来搞场运动就可以没收财产，那你这个经济能好吗？你这个经济不好，那你的人民币能靠谱吗？第二一个就是你高度中央集权这种政府的制度这个东西比较吓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政策决策就非常有变数你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那么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是你把这个经济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那你经济不好了，你不可能保持这个人民币让大家觉得可信赖。那第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政治的稳定性你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上个新人一个新思路，那这样的话也让大家非常不确定。那第四个挑战呢，就是两极化的社会和这个民粹浪潮。中国呢，这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是一个极端的非对称的亚林人结构极少数在这一头极多数在这一头，很穷。那么这种社会呢是非常不稳定的，它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社会动荡事件的，它如果外溢就有可能发生战争。那么第五个挑战呢，就是这种对外战争的风险你现在这个造军舰跟下饺子似的，你这造了3艘了军舰了，据说还要造第4艘，你的台海那边你天天喊着喊打喊杀呀，那你这样一种状态，你说一旦发生战争，拿着你的人民币那不疯了吗？所以大家呢都有所忌惮。那最后一个也是特别重要特别现实的挑战，就是资本项目管制。就是中国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形成这么一种非常顽固的认识，就是这个中国不能搞这个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你不能自由的把这个
国内的钱给它换到国外去，那你说这样的话，别人拿了你的人民币，那他这个资本不能自由流动啊，想回到你中国，那想回到你的中国啊来投资这个市场，你不行啊。然后你又想再转出去啊，换成美元，换成别的货币，它不允许。那你说你这个钱不让动，你拿你这个钱干什么用啊？那就只是用来买卖这么点东西吗？买卖点实物贸易。所以说呀，就这一条就把这个人民币啊，它这个国际化成为世界货币这条路给它掐住了脖子。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讲的前面所讲的那些威胁啊，就算存在，你把这个资本项目啊给它放开，实际上这个人民币也能够在这个国际货币结算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你可以自由流动了嘛，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中国经济不错的。那么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制约中国这个人民币能不能成为一个大体量的世界结算货币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中国能不能实现贸易逆差？你说，哎，中国现在贸易顺差呀，一年1万多亿美元的顺差。那顺差意味着什么？你往外卖东西，别人拿别人的钱来流到中国来呀，你不是说你的这个人民币跑到国外去，对不对？那你只有变成逆差，你的这个从国外啊去买大量的商品，你的钱跑到国外去，那别人拿了你的人民币，那它不就变成国际货币了吗？那你现在是大量的顺差，你怎么可能实现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聊一聊这个人民币取代美元霸权的这个正确道路该怎么走。那第一条，打碎这个国内的这个国企垄断体制，把这个经济资源都交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啊去经营啊，推动这个公平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建立起来，让这个经济的效率啊，让这个全民的积极性给它爆发出来，让那个经济啊会更加繁荣活跃。那第二呢，就是要打碎这个高度集权的，甚至于专制的这个政治制度。你只有实行这个自由民主化的制度，你这个社会啊才能够真的实现长期的这个稳定的保持在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状态，否则你总是可能发生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那第三条呢，就是你要粉碎这个资本管制啊，资本要能够自由流动啊，你不要拴着老百姓啊，这也不准干，那也不准干啊，你这样才有可能。那第四条呢，就是你得给老百姓、给广大民众啊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啊，最重要的就是看病和养老。你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很重要吗？当然呀，你想想看，老百姓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他真正富裕起来了，你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了，你才可能变成逆差国，你才可能去从国外买东西，从更穷的国家买东西，对不对？你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产业才能够转移到那些穷国去啊，你才能够去从事更高端的这个技术创新啊，这个高端服务业啊，高端的科技啊、金融啊这些行业去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把上面这些呢一步一步做到，真正让这个老百姓富起来，那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人民币它是必然的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排名第一的这个垄断地位的货币。那为什么呢？你这个中国的经济体量摆在那里啊，10几亿人口啊，那美国是你的1/4啊，那当然它不能比啊。你要是如果富起来，那人民币它铁定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储备货币呀，要取代美元呀。那美国它也得接受这个现实。哎，我刚才这是在做梦啊！朋友们，我们回到现实啊，这个你看中国现在这个状态啊，这个制度一时半会儿，这绝对不会走刚才说的这些道路的。但是谁知道15年、20年以后呢？台湾出这个蒋经国，那大陆会不会也出一个类似的人物啊？谁知道呢？梦想还是要有的，那也许会实现了呢，对不对？那最后概括一下啊，这个美元的这个垄断地位，从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没有办法被撼动的。可能由于它自己的这个内部的动荡和政策啊，造成美元的这个币值的波动啊，但是它的这个第一垄断地位无可撼动。那人民币呢，可能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人民币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世界垄断性的货币地位。好，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次再见。